大家好，我是你宝贝的亚瑟。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非常愉快的话题，那就是法式指甲的设计。法式指甲的定义就是在颜色层和透明层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交界，会呈现一条平滑的颜色线。这一篇呢，我们要来讲解几个常见的法式设计，包含了传统法式、平发、斜发、圆发、爱心法式、交叠法式，以及适合法式的装饰方式，例如拉线、羽毛、云彩、圆点、格子纹、晕染等等。以前称作光疗指甲的人造指甲，其实就是现在的凝胶指甲，只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，政府宣布不准使用光疗2个字，所以指甲店才纷纷把它改名为凝胶指甲来替代。对我们而言，只是换个名词，指的其实都是一样 UV Gel Nail。那以下的作品几乎都是指甲矫正客人的手，大多数都是咬指甲、撕指甲、抠指甲破坏过的指甲，能够矫正到可以做漂亮的设计，真的是非常努力保养手指才有的成果哦。传统的法式指甲是涂指尖1/3到1/4的地方，能够把指甲形状修饰得更完美的做法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指甲形状如果不是那么的漂亮，或者是手的比例不是那么一致的话，传统法式涂起来反而会让指甲的比例变得更不好看。为了能修饰指甲，又继续发展出了其他的法式做法，例如反发、斜发、圆发、平发与爱心法式。在这一篇里面，我们会把常用的几种法式基本做法都和大家介绍一遍。尤其是你宝贝几乎都是指甲矫正的客户，遇到指甲不是那么完美，也不是那么完整的时候，还是会采用一些小技巧，让做出来的人造指甲感觉比较一致一些。实务上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微调发饰线的斜率，或者是稍微调整每一指发饰涂层的高度。有时候也会用跳指设计的做法，将不是那么完美的手指采用不同的做法，让还在调整形状的问题指甲能够呈现比较完美的外观。首先要介绍的是传统法式指甲，但很可惜的是，我们是一间做指甲矫正的店，很少有客人适合做单纯的白色发饰，所以传统的发饰照片并不多。但是把传统发饰做一点点变化的小技巧，却是我们非常擅长而且常常在做的事。这边提供了几个白色发饰指甲的作品，都不是单纯的传统白色发饰，而是运用了一些拉线、亮片、彩绘技巧，以及更改传统发饰微笑线弧度的做法，来满足客人的需求，让指甲看起来更修长与整齐。传统发饰虽然是以白色为主，不过我们一样可以拿传统发饰的做法运用在不同颜色的彩色凝胶上。最常见的当然就是黑色发饰，利用深色反差对比的效果，让甲肉看起来更粉嫩、白皙与修长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拿粉色系来做发饰，尤其是肤色运用在传统发饰的时候，可以达到覆盖指尖与指缝的需求之外，还有修饰甲床颜色的效果。如果不是特别仔细去看的话，用肤色做的法式指甲会觉得指肉特别的修长。从传统法式延伸出来的做法里面，最接近传统法式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发。简单的说，反发的做法就是把传统发饰的颜色宽度加宽，让发饰的微笑线停留在指甲的一半甚至更高的地方。反发最大的好处是，当客人指甲变长的时候，前端的指缝不容易露出来，而且也适合指甲偏短的客户。因为指甲形状不够细长的人，如果做传统发饰，有涂颜色的那一块将会非常的小，这样反而会让指甲看起来更短。反发因为涂颜色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很多的装饰技巧跟手法其实和慢板的指甲很像，各式各样的彩绘、晕染，甚至颜色的渐层都可以和反发设计互相搭配。平发也是一种发饰指甲，正确来说应该叫平行发饰，有别于传统发饰与反发的弧形微笑线。平发的颜色交界线是一条水平的直线，所以我们才说这是平行发饰，俗称平发。在实际运用上，平发的颜色层都会涂得比较宽，大约在指甲的一半以上，遮盖半数以上的指甲表面。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平发做得更高，让指甲2/3的面积都被颜色涂满，这个时候就要做高平发设计。在颜色面积这么大的情况之下，其实高平发和整个手指满板的差异已经不大，
所以也可以当作是满版指甲的另外一种延伸设计。由于一般法式指甲容易让甲面宽的客户指甲看起来比较短，所以后来又有了斜发的设计。斜发说穿了就是一条倾斜的直线，让指甲表面的左右两端拥有不同高度的颜色涂法。斜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操控颜色线的斜度，来调整作品看起来的风格。越斜的颜色交界线会让作品看起来越修长、越有型、越有设计感，而比较平缓的交界线可以塑造典雅、温柔、婉约、极简的感觉。我们也可以使用斜线的特性，微调一些比较不一致的表面状况。如果有几指指甲尺寸特别宽，可以把斜线的斜度刻意做斜一些，让比较宽的指甲看起来细一点。但是斜发也有它先天的限制，因为斜发左右两侧颜色高度不一致，势必会有一边是短的，比较低的那一面，如果上色太窄的话，可能会让客人原本被遮住的指尖，在1-2个礼拜后露出指甲下方的指缝。圆形发饰也是发饰指甲的一种，就是把传统发饰的微笑线反方向来涂，看起来像是往指缘那边的方向涂出去的圆形图案，所以才有圆形发饰的说法，俗称圆发。实物上圆形发饰的设计并不多，大多是以特殊造型为主，尤其是要搭配卡通图案的时候，圆形发饰就是最常见的卡通图案的头型，可以是屁桃的臀部、唐老鸭的屁股，或是米奇的耳朵等等。圆形发饰最大的缺点就是大多数人的双手指缝的弧度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很难做到每一只手指头颜色区域看起来比例都一模一样。也因为如此，圆形发饰很少单独出现，都是额外搭配设计比较多。在变形发饰的范围里面，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爱心发饰了。它的特色其实就是把2个圆形发饰刻意交叠在一起，成为爱心的形状。2个圆形弧度比较明显的爱心图案，看起来就会比较时尚，比较有自己的个性。2个圆形比较平顺的爱心，感觉起来就比较甜美可爱，更有年轻活泼的感觉。另外有一种欧美常见的发饰变形，是用2种不同颜色的斜发相互交叠覆盖而成。这样的斜发要在一个作品里面用至少2个颜色，所以做法上相对比较困难。在选择色胶上面也需要留意，不可以让颜色互相沾染，也不可以选择颜色不够饱和的色胶，不然交叠发饰看起来就会是半透明、颜色又脏脏的交叉色块。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同方向交叠的方式，像是传统发饰用不同颜色做2层，平发、反发、斜发、爱心发饰也都可以用这样的手法，营造出更有设计感的发饰指甲。但交叠的颜色一样是一大考验，每一层都要确实照干才行，需要预留更多的时间。由于发饰指甲有一条明显的颜色分界线，所以很多特别的装饰手法都会围绕着这一条颜色分界线来发展。最常见的就是在颜色线上拉上另一种颜色的细线，可以让发饰设计看起来更明显。常用来画线的颜色有黑色、白色、金色、银色等等。在颜色交界处上面画上白色小点点，也是常常拿来被运用的手法。其实交界处上可以做的装饰非常的多，像是画羽毛、画平行线、拉双线，甚至把格子、花纹做在交界处上，都曾经是非常流行的做法之一哟。喜欢走可爱风格的客户，有时候也会在有涂颜色的地方用白色和粉色圆点点来做装饰。最常见的就是用交错排列的方式，把淡色的圆点涂满整个颜色区域。有一阵子很流行双色晕染，或者说是互相渐层的2种颜色，这种做法也一样可以用在发饰指甲上，尤其是平发与高平发。若是传统发饰细细的那一条颜色线，就不建议做双色晕染的效果，因为颜色区域太少的话，晕染效果将非常的不明显哦。在做发饰指甲同时，又要做颜色的晕染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尤其是颜色和颜色的交界处，处理不好就会看起来脏脏的。所以除了技巧要很纯熟之外，2个颜色的选择也很重要。彩色凝胶的品质更是决定了一切，算是比较进阶的美甲技术啦。云彩设计以及色块的设计，也可以运用在颜色比较多的发饰，塑造更多的变化与质感。有阵子还流行千鸟纹，一样适用于发饰的设计与装饰。那在这一篇发饰指甲的最后，我们为各位献上了200多张作品。如果有兴趣了解的客户，可以点下面的链接，欣赏我们为发饰指甲设计的作品集。
刚刚有带过这些作品，如果想要了解的话，也可以点下面的连结。好，我们一样有这一篇文章所有的文字。我是林亚瑟，他是无法控制的阿呆。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。